自古以来，在许多评书戏剧中，萧太后都被刻画为了一个奸诈阴险的恶妇，特别是在杨家将的故事中，满门忠烈都尽数死在了她的手中。实际上，这都是艺术加工带来的歪曲丑化，以衬托正面角色的崇高形象。就像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为了衬托诸葛亮智勇双全的周瑜成了心胸狭窄的小人；为了衬托司马懿骁勇善战的一代名将曹真成了草包饭袋。包括萧太后，在真实的历史上，她完全是一个可以和武则天比肩的传奇女皇。只是一直以来，关于唐朝、宋朝、清朝的影视作品都很多，而反映辽代的是极其稀少。至于能比较真实客观还原萧太后的影视作品，唯有一部《大辽太后》。该片于1995年上映，它的道具、头型、礼仪等方面都还原得很逼真，非常细致地展现了契丹人的生活习俗和宫廷风貌。像电影中景宗的皇冠就是按照辽代文物来还原的，可惜这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已流落海外，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。电影中还展现了笙、箜篌这些大辽的宫廷乐器，文物可参考辽代和宋代的仙人吹笙刺之壶。这两件宝贝分别存于美国的克利夫兰博物馆和中国宿松县博物馆，而箜篌如今已经失传，目前只有日本还保存着2架唐代的残品。然后电影中身份较高的王公贵族都会握着一根权杖，契丹人称之为古朵，它最早出现于辽代公主墓的壁画上，后来在内蒙古和辽庆陵才发现了这种稀有的宝贝。除此之外，电影中还展现了女真族濒临失传的鹿神舞，这种舞蹈来自于萨满文化，目的是祭祀上天，祈求平安。但这种对鹿的崇拜，其本质是古人认为万物有灵，地球上的日月山河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。这点在杨丽萍的孔雀舞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。以上这些可见这部古装电影的考究程度有多高，其文化价值远远超过了今天的许多古装影视剧。故事讲述了在北宋初年，赵匡胤哥俩虽然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，统一了中原地区，但四周仍有大辽、金朝、西夏、大理等国在虎视眈眈。在这其中，以大辽的军力最为强盛，而皇帝穆宗残暴不道，以杀人为乐，因其终日饮酒打猎，不理朝政，被人们称为睡王。当时大臣萧思温膝下有一女儿名叫燕燕，其貌美若天仙，性格豪放不拘。他和汉族将军韩德让本是两情相悦，早已定下婚约。可在一次狩猎盛宴上，贪婪好色的穆宗却看上了燕燕，硬是要逼着他一起共度良宵。临死不从的燕燕迫不得已，只能拔刀相抗。两人对峙之际，只听得嗖的一声，一把快刀突然穿过帐篷，将穆宗刺死在地。这次暗杀行动正是贤王为了谋夺皇位一手策划的，没想到阴差阳错救了燕燕一命。不久后，贤王登基继位，史称景宗。他对当日的一面之缘始终念念不忘，于是将燕燕招进宫中，封为皇妃。临行前，韩德让一把大火烧毁了两人时常约会玩耍的木屋，和燕燕含泪诀别。而老祖母却带着意味深长的语气讲道：我们契丹人原本就是由女人统治，男人不过是些愚蠢的牲口。你要放弃世俗间的儿女情长，学会把男人当作上马石，去吧，这一切都是命。燕燕进入宫中不久后，发现景宗在处理朝政大事上常常优柔寡断，踌躇不决，于是只好出面帮助化解。以齐王为首的大臣认为她一个女人在金銮殿上指手画脚，实在有失体统，但景宗却觉得燕燕有着非凡的政治才能，便将她升为皇后，准其同坐龙椅，共理朝政。以齐王为首的反对势力对此非常不满，于是暗中杀害了燕燕手握重兵的父亲，以阻拦萧氏一族的势力扩张。燕燕悲痛之余，彻底明白了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权力斗争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与之对抗。按照契丹人的风俗，父亲的葬礼上应该油炸奴隶作为陪葬，而燕燕却借此机会进行了一场深得民心的改革。朕是大辽国的皇后，不是不通人情的女罗刹。民乃国之根本，我大辽江山纵横千里，可民口尚不足100万，不取杀光，谁给我垦荒造田，富粮从征？皇后陛下，这些部曲大都是掠来的汉蛮。什么叫汉蛮？南朝汉人的种子撒在北国松漠草原，生根发芽，开出来的
就是咱们契丹人的花朵。传旨，设部曲为民户，打破王公贵族的封疆封地，分为私田，允许垦荒，可以婚嫁，可以从征。长生天上的阳光会射进你们每一座毡房。乌拉伊，乌拉伊，乌拉伊，乌拉伊。除了恢复奴隶的正常身份外，爷爷还对土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革，将王公贵族的封地全部分给百姓。另外，他把2个姐姐分别赐给齐王和宋王为妃，以安其心。另外，他又将全部兵权交给亲人韩德让，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。这番举措下来，他也是大权独揽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齐王等人深知萧皇后已是今非昔比，若要砍倒他这棵大树，必须先将韩德让、女李这些重要的党羽除掉。经过商议，他们想出了一招借刀杀人的诡计。当时萧皇后颁布了一条法令，凡官员受贿一律处以极刑。所以齐王先用重金收买女李去杀韩德让，打算事成后再依照法令借萧皇后的手杀掉女李。不料这些话全被萧皇后安插的丫鬟听到了耳朵里，所以诡计最终并没能得逞。要不是景宗再三求情，齐王等人恐已是人头落地。不久后，齐王趁着皇帝皇后外出巡游，趁机率兵占领了皇宫，抢走了太子，并夺得了能号令全国的旗鼓。但景宗得知消息后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当头一击，一时间语无伦次，抽搐着昏迷了过去。而萧皇后临危不乱，先是派人去劝降增援的叛军，自己则亲率大军围攻都城，最终将齐王等人一举拿下。内乱平息后，金病交加的景宗一命呜呼。萧皇后在情人韩德让的全力相助下，将太子扶上了皇位。自此，他以太后的名义临朝听政，成为了大辽的实际统治者，并通过一系列英明有效的决策，使大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。他还亲自率军多次将宋朝打得丢盔卸甲，宋真宗只能以交岁币的名义花钱买平安，才让两国有了上百年的和平。以上可见，萧太后文韬武略样样俱全，真正的是军国不让须眉。另外，他还不断地引进汉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。而对于三从四德、夫唱妇随，他认为有很深的弊病。夫唱妇随应该唱得对才能随，唱得不对就不随。他和韩德让的传奇爱情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男女平等的思想。比如景宗驾崩后，按照汉人的传统观念，萧太后应该为了所谓的坚贞一生守寡。可契丹人并没有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，所以两人的亲密关系后来几乎是公开的，天天同样而视，并排而坐，根本毫不避讳，甚至死后都是葬在同一块墓地上，比邻相守。不曾许嫁于你，亦曾委身。从今以后，愿携旧好，长相聚首。好吧。有主当国，你可要好好辅佐他呀。他也是你的儿子。